大家好，我是4213。在上期我们完结了《魔兽争霸3：混乱之治》的故事，本期我们接着来讲后续资料片《冰封王座》的故事。这段番外故事虽然没有《混乱之治》来的完整，但这些新情节却为魔兽世界的展开铺平了道路。在正式开讲前，需要说明的是，游戏中从混乱之治的结束海架山之战到冰封王座开场，伊利丹召唤纳家族中间的剧情是有断档的，而编年史则是补全了海架山之战结束后的所有故事。不过编年史的叙事与游戏是略有区别的，具体区别嘛，后面我会详细提到的。好了，前面的话呢就先说到这里，三连一波，我们这就开讲。黑暗之门开启后21年，在燃烧军团与海架山之战落败后，阿克蒙德和大部分军团恶魔都被爆炸送回了扭曲虚空。虽然遭遇了惨败，但军团的另一位领导者基尔加丹却认为他们还有一战之力，只要动用巫妖王、恐惧魔王还有天灾军团，便能够迅速重整旗鼓，发起下一波的攻击。然而，当基尔加丹联系巫妖王时，巫妖王却拒绝了基尔加丹的命令，因为早在海架山之战刚结束后没多久，巫妖王就命令阿尔萨斯、克尔苏谢德将东部王国上的天灾军团集结起来，并将3位恐惧魔王巴纳扎尔、瓦里马萨斯、迪塞洛克驱逐到了瘟疫之地。这段就是我开篇说的编年史的叙事与游戏略有区别的地方，因为上面这段剧情是冰封王座天灾战役第一关的片头剧情，游戏中曾明确表示过，这段剧情是发生于海架山之战结束的几个月后的。但在编年史中，这段剧情被调整到了海架山之战刚结束后不久。这段改动，我认为如果不看这一关的片尾动画的话是合理的，但如果加上片尾动画的话，就显得有些不太合理了，因为那时的巫妖王还没有受到威胁。至于巫妖王的威胁来自于何处，后面的剧情会一点点揭示的。接着再说回到之前的剧情上来，阿尔萨斯本来是想赶尽杀绝那些恐惧魔王的，但奈何恐惧魔王们用黑暗魔法隐藏了身形，所以阿尔萨斯也就只能作罢了。在此之后，天灾军团重归巫妖王掌控，燃烧军团再也不能束缚巫妖王了。就这样，巫妖王才有底气拒绝了基尔加丹。基尔加丹虽然曾经怀疑过巫妖王会背叛他，但他没有想到巫妖王竟然这么阴险，竟然隐藏实力骗过了自己和诸多的恐惧魔王。更可怕的是，巫妖王与天灾军团的力量都还在不断壮大。基尔加丹知道自己已经错过了反攻卡利姆多的最佳机会，而且更糟糕的是，曾经的手下巫妖王也成为了军团的新威胁。如果艾泽拉斯被天灾征服，那燃烧军团将不再有机会入侵这里。于是基尔加丹决定杀死巫妖王，但由于现在恐惧魔王已经被天灾击败，所以他不得不寄希望于一个全新的恶魔伊利丹。话说，自从伊利丹通过古尔丹之炉获取到了古尔丹的知识与巨量的血能后，他就成为了一个全新的恶魔，而这也引起了基尔加丹的注意。于是基尔加丹便在伊利丹面前降下一个投影，对这位曾经的暗夜精灵抛出了一个建议。鉴于伊利丹在万年前曾效忠过，也背叛过燃烧军团，而最近他又破坏了燃烧军团征服艾泽拉斯的计划，本来基尔加丹应该惩罚伊利丹，但现在基尔加丹决定再给伊利丹一次效忠军团的机会，而伊利丹则假意接受了基尔加丹发出的 offer。 基尔加丹的要求很简单，那就是消灭困在冰封王座之上的巫妖王。虽然伊利丹嘴上满口答应着大人我一定照办，但心里却想着该如何消灭燃烧军团。当然，这个想法被伊利丹埋藏在了意识的最深处，借此躲过了基尔加丹的心灵探查。其实在伊利丹看来，基尔加丹派给他的任务颇为有趣，因为他从没有想过燃烧军团领导人之一的基尔加丹竟然会对自己发出 BOSS 指令。而伊利丹之所以愿意接受基尔加丹的任务，是因为这是能够进一步了解军团的机会。巫妖王是军团制造的一件武器，能够越早的将巫妖王除掉，他就可以越早的将全部精力都集中到对抗燃烧军团这一件事上来。对于该如何除掉巫妖王，伊利丹很快就有了自己的主意。他知道天灾军团数量庞大，难以对付，正面对抗的话将毫无胜算。好在他通过古尔丹之炉知道了一件神器的存在，那便是藏在无尽之海另一端破碎群岛上萨格拉斯之墓中的萨格拉斯之眼。如果有了这件神器，伊利丹便能引导释放出神器中的魔法，对巫妖王发动超远距离攻击，直接干掉对方。然而想要取得这件神器却十分不易，首先就是跨越无尽之海抵达破碎群岛，再有就是得面对潜藏在萨格拉斯中墓中的危险。而最重要的是，伊利丹还在被守望者们追杀。自从伊利丹被泰兰德从守望者牢狱中释放出来后，看守了伊利丹近万年时间的守望者们愤怒不已，其中最愤怒的当属守望者的领袖马威隐哥。关于守望者组织的来历，我在很早以前的视频里有讲过，所以这里我就不再复述了。大致的剧情我会以文字形式展现给大家，如果有忘记了的朋友可以暂停看看。话说，在过去的万年时间里，马威早已将他的部下视作是自己的家人，
作为守望者组织领袖兼楷模的他，一向认为领导人应当要以身作则。在不久之前，军团入侵卡利姆多的战事中，马维带领守望者们外出去执行狩猎恶魔的任务。但是当他完成任务返回守望者牢狱时，却发现牢狱中遍布尸体，而囚犯伊利丹也早已不知所踪了。在一番调查后，马维才得知是泰兰德和哨兵部队袭击了牢狱，并带走了伊利丹，这让马维感到愤怒不已。他认为，身为领导者的泰兰德竟然会为了释放一个囚犯而杀死众多的暗影精灵守望者，这无疑是赤裸裸的背叛行为。马维不会原谅泰兰德的背叛，也不允许背叛者伊利丹继续在这个世界上自由活动。于是，他便带领守望者们出发去追捕逃犯伊利丹了。实际上，自从伊利丹逃出牢狱的那一刻，他就知道守望者们迟早会找上他的，并且他也知道他即将要前往的破碎群岛是古暗影精灵帝国的一部分。所以，面对当前这种既需要帮手又需要向导的情况下，伊利丹选择向那些自己曾经认识的上层精灵法师寻求帮助。要说起这上层精灵的命运啊，相信熟悉魔兽史的各位观众朋友可能知道，在上古之战末尾的大分裂事件中，永恒之井爆炸导致古卡利姆多大陆四分五裂，接近80%的陆地都被海水吞没了。就连上层精灵法师和他们的艾萨拉女王也无力阻止这滔天巨浪，最终被卷入了深海之中。就在他们快要溺毙之时，是上古之神恩佐斯出手救了他们。但是这份拯救是有代价的，那就是上层精灵必须效忠于上古之神。艾萨拉女王同意了恩佐斯提出的条件。之后，恩佐斯将上层精灵扭曲成了长有鳞片的蛇形生物纳迦。在外形发生了改变的同时，这些纳迦的心灵也变得如同海底的沟壑一样黑暗。他们对于陆地上的种族满怀仇恨，一心想要夺回对陆地的控制权。其实，有关上层精灵的命运，伊利丹曾零星地听到过一些传言，直到他释放了一道强大的法术，与海洋深处的上层精灵取得联系，并且在瓦斯奇女士的带领下，一群纳迦从深海来到了伊利丹面前时，伊利丹才知道了传言并非空穴来风。随后，瓦斯奇带领这支纳迦大军向伊利丹宣誓效忠了。话说，有些观众应该还记得，瓦斯奇在万年之前就对伊利丹有些好感。不过，这并不是瓦斯奇带纳迦前来帮助伊利丹的原因，也不是因为他们有一段身为同族的历史，更不是敬畏伊利丹的恶魔之力。这一切都只是纳迦在遵从上古之神的意志。话说，在刚刚结束的第3次大战中，上古之神注意到了伊利丹的存在。伊利丹对力量的渴求和那充满混乱的过往引起了上古之神的兴趣。尤其是当古神知道了伊利丹要去挑战巫妖王的消息后，上古之神欣喜不已，因为这样一来，艾德拉斯便能重新点燃战火，陷入混乱的局面，就有利于古加尔和他的信徒们借机唤醒上古之神，而不受到任何的阻碍。出于以上原因的考虑，上古之神决定让纳迦军队去帮助伊利丹。不管最后伊利丹是否能够成功的击败巫妖王，上古之神都能利用它来达到让世界陷入混乱与冲突的目的。在有了新盟友纳迦的帮助后，伊利丹便准备从艾萨拉出海，向着破碎群岛的方向出发了。而与此同时，马维影哥也带领守望者们沿着足迹一路追到了艾萨拉。在来到艾萨拉后，马维通过地面上留下的痕迹，判断一定是有人在帮助伊利丹潜逃。为了提高搜索效率，马维命令一些部下到林地中进行搜索，而他本人则亲自带领一支部队向海岸方向搜索。在调查一个被烧毁的暗影精灵村庄时，看着满地的暗影精灵尸体，马维闻出这里充斥着伊利丹留下的恶魔臭气。可奇怪的是，这里留下的痕迹却不属于他所知道的任何一种恶魔。马维提醒部下小心行事，因为不知道伊利丹到底招来了怎样可怕的生物。接下来，随着调查的逐渐深入，守望者们在这片土地上发现了深海野生鱼人、被邪能影响的熊怪、枭兽、恶魔萨特以及那名为纳迦的生物。马维准确地判断出，鱼人、萨特、纳迦的出现一定都与伊利丹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并且在另一座被毁掉的暗夜精灵村庄中，守望者们还惊讶地发现，这些纳迦不知为何要烧毁船只，这让马维突然意识到伊利丹可能打算出海，于是他立刻指挥士兵向北方的港口赶去。果不其然，当守望者们来到港口后，亲眼看到了伊利丹登船出海的一幕，并且领头的纳迦正命令手下烧毁剩下的船只。马维见状，赶紧指挥守望者们干掉了那些正在烧船的纳迦。最后，他们成功地抢回了几艘完好的船只，借由这些船只，守望者们也踏上了出海追击伊利丹的旅程。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海上航行后，伊利丹先一步抵达了破碎群岛，这里曾是他、马法里奥和泰兰德成长的故乡。在大分裂事件后的漫长岁月中，与世隔绝的破碎群岛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伊利丹很想停下来好好的看看故乡，但马维和守望者们紧随其后。
这让伊利丹无暇顾他，只能向着目的地萨格拉斯之墓进发。在另一头，马维等人也登上了破碎群岛的神秘海滩。部下报告，这座小岛从未在海图上出现过。马维怀疑这座小岛可能是最近才出现的，而之所以会下这样的判断，是因为他认出了岛上的断壁残垣属于曾经苏拉玛城的一部分。这个区域在万年前的大分裂事件中沉入了海底，而如今这个区域再度出现，说明是有某种力量让它升上海面的。这里有个小设定需要强调一下，在沃三中，古尔丹升起来的是一整座破碎群岛，而在后来的编年史和魔兽世界中，则被改成了升起来的是破碎海滩。破碎海滩是破碎群岛东南方的一个区域，也就是现今萨格拉斯之墓所在的区域。新设定中，萨格拉斯之墓是苏拉玛城的一部分，而夜之子所在的苏拉玛城主体部分并没有在大分裂事件中沉入海底。再接着说回到剧情上来，随后当马维开始探索岛屿时，他遇到了一个名叫达克苏尔的老兽人。这个兽人曾隶属于古尔丹的暴虐氏族，老兽人请马维帮他解决鬼魂的困扰，而作为回报，他会告诉马维在10多年前这座岛上所发生的事情。其实达克苏尔要对马维讲述的过去，也就是10多年前的第2次大战时期，古尔丹率暴虐氏族和暮光之锤氏族把萨格拉斯之墓所在的破碎海滩从海底升上来的事。之后，古尔丹一意孤行地强行闯入墓穴，导致包括自己在内的大多数人都被恶魔撕成了碎片。达克苏尔是极少数的幸存者之一，而困扰达克苏尔的那些鬼魂，就是当年在岛上死去的兽人们。在完成了老兽人的委托后，守望者们在岛上的临时基地也建成了。之后，他们以此为中心向外搜索伊利丹的踪迹，期间会不时有纳加部队向基地发起攻击，这让马维知道了他们的搜索大方向是正确的。果然，马维等人顺着敌人来袭的方位，探查到了一处纳加营地。在攻破了这座营地后，他们在远处看到了正在进入萨格拉斯之墓的伊利丹。马维见状，立刻率部下追了上去。在击败了守卫在墓穴门口的纳加部队后，马维等人也成功的追进了萨墓中。刚进入萨格拉斯之墓没多久，马维等人便能明显感觉到墓穴中危险重重。可尽管如此，守望者们还是得继续追击伊利丹。紧接着，他们就在墙壁上发现了当年古尔丹留下的符文印记。这些印记记录了当年古尔丹带领手下强行闯入墓穴的场景。结合之前那位老兽人的话，马维猜测古尔丹及其手下一定是在墓穴中遭遇了非常可怕的生物，于是他提醒自己的部下一定要小心行事。在探索墓穴的过程中，他们会不时遇到些骷髅兽人士兵以及各种各样的恶魔生物，因此他们的每一步探索都走得小心翼翼。相比之下，伊利丹就完全不同了。他靠着恶魔视觉和古尔丹的记忆，穿过了萨姆里错综复杂的通路，避开了潜伏于角落中的各种地隙，一路向着藏有萨格拉斯之眼的密室进发。视角再回到守望者这边，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探索后，马维又发现了古尔丹留下的符文印记。符文记录，在深入墓穴后，古尔丹的手下都已死去，只有他一个人还在寻找神器魔眼的踪迹。马维认为这件被古尔丹盯上的神器一定非同寻常，说不定伊利丹也是为此而来的。基于向前，守望者们发现了上古时期精灵女王艾萨拉的雕像。马维对这位女王的评价并不好，因为正是这位女王把燃烧军团引到了艾泽拉斯。可让马维奇怪的是，不知道为什么艾萨拉的雕像会有尾巴，这使得艾萨拉看起来更像是纳迦而非精灵。有关这个问题的疑问，很快就有人给出了解答。瓦斯奇女士出现在了众守望者面前，很显然她是来阻挡马维等人继续前进的。不过她也解答了马维对艾萨拉雕像尾巴的困惑，也就是有关艾萨拉女王和上层精灵被扭曲成纳迦的事。马维这才明白了，原来纳迦都是上层精灵变的。可他不清楚的是，为什么伊利丹会与纳迦扯上关系。瓦斯奇称，有了伊利丹大人的帮助，纳迦必将重新支配这个世界。马维当然不会让纳迦与伊利丹得逞。接着，瓦斯奇一边向后方撤去，一边命令纳迦拖住守望者们。马维则带领手下们突破了纳迦的包围，并一路杀到了一座大门前。在大门的墙壁上还留有古尔丹的最后一个符文印记。符文上显示，古尔丹中了埋伏，受了致命重伤，就快要不行了。尽管这位术士命悬一线，但他还是心怀不甘，拖着重伤的身子走进了这扇大门。在看过古尔丹的符文后，马维也带领士兵走进了大门内部。在门后不太远的地方，就躺着古尔丹的无头尸首。看来这里就是古尔丹生命的尽头了。再往里走，众人终于见到了追猎已久的伊利丹。伊利丹向马维隆重介绍了藏在萨姆中的神器萨格拉斯之眼。马维很快便想到，这应该就是古尔丹生前苦苦追寻的魔眼。然而现在这件神器却被伊利丹拿到了。伊利丹解释说，他不光会用这件神器来对付他的敌人，还会让马维成为神器的第一个牺牲品。
马维认为伊利丹一定是疯了，伊利丹则表示被囚禁万年的孤独确实会把人逼疯。说罢，伊利丹便催动神器，引发了墓穴坍塌。坍塌使得密室入口被落石封住。眼见伊利丹的疯狂之举，马维必须向马法里奥奴峰和暗夜精灵们通报在破碎群岛上所发生的一切。马维可以使用能力逃出升天，但他的部下就没办法出去了。无奈之下，马维只能忍痛与部下分离。在离开前，他发誓一定会为牺牲的姐妹们复仇的。接下来，身受重伤的马维一路退出了萨格拉斯之墓，他将留在墓外的守望者们集结起来，准备返回卡利姆多去警告马法里奥。然而，伊利丹的纳迦部队拦住了他们的去路。无奈之下，马维只能另想办法，让信使乘船回卡利姆多求援。马维的部队现在要做的就是在一边防守基地的同时，一边想方设法保护信使乘船出海。最终，信使的船只在保护下顺利出海，向着卡利姆多大陆驶去。这也是马维最后的希望了。好在这艘船成功的抵达了卡利姆多。在月光林地中，泰兰德与马法里奥正在讨论林地的恢复情况。这时，德鲁伊带着信使来到了二人面前。信使向二人禀告了伊利丹召集了一支纳迦军队，窃取了一件威力无比的恶魔法器，以及守望者们仍在破碎群岛上与伊利丹交战，现在急需援军的事。听闻消息后，泰兰德决定率领哨兵部队去救援马维，因为他知道是自己释放了伊利丹，才造成了当下的局面。而作为哥哥的马法里奥当然也不允许弟弟胡作非为。于是马法里奥与泰兰德便带上了各自的部队，登上了前往破碎群岛的舰船。与此同时，在伊利丹这边，在拿到了萨格拉斯之眼后，伊利丹其实有那么一点失望，因为这件神器不如他想象的那么强大。破碎群岛距离诺森德实在太远了，就算他把全部的魔法都注入到神器中，也攻击不到那么远的距离，因此他需要更多的魔法来强化神器。伊利丹反复在古尔丹的记忆中寻找符合强化神器的最佳立场场所，最后他在东部王国的土地上找到了一个有着强大奥数魔网节点的地方。在节点之上曾有着一座伟大的魔法城市达拉然，当然现在的达拉然已经是一片废墟。伊利丹派瓦斯奇和大部分纳迦部队先行前往达拉然废墟，探测那片区域的魔网能量，做好部署工作，而剩下的部队则要留下和他一起对付马维影哥。因为伊利丹知道，如果不除掉马维，他就会如幽魂一般缠着自己，所以他必须亲手除掉马维。于是伊利丹便指挥纳迦部队向马维的守望者营地攻去。马维带领守望者们拼尽全力的抵抗，他鼓励士兵们坚守阵地，一定要撑到怒风大导师带兵援救。一段时间后，马法里奥与泰伦德也终于乘船来到了破碎群岛。虽然还有些援军船只因为搁浅而暂时无法第一时间赶来，但现在情况紧急，也只能带着手头现有的部队去支援马维的营地了。由于泰兰德的猫头鹰提前定位了马维的准确位置，所以暗夜精灵援军没有用太久的时间就抵达了马维的营地。在众人见面后，马维没有想到泰兰德居然也跟着马法里奥来了。尽管当前还处于战斗状态中，但马维还是因部下之死而向泰兰德兴师问罪，并直言应该将背叛者泰兰德也投入大牢。幸好在一旁的马法里奥出言提醒二人，现在还没有脱离险境，这才终止了二人间的争吵。接下来，众人整编部队准备向伊利丹的纳迦基地发起反攻，不料此时伊利丹却先率一小支部队打了过来。伊利丹没有想到马法里奥与泰兰德赶过来支援了，伊利丹直言不希望泰兰德卷入这场战斗，谁知泰兰德却说当时释放伊利丹是一个错误，他没想到伊利丹会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怪物，变得与入侵海吉尔山的恶魔没有区别了。怪物的评价刺痛了伊利丹的内心，伊利丹表示自己这样只不过是想追求力量，以证明他的价值。然而泰兰德却告诉伊利丹，仅凭力量无法成就真正的强大，这就是自己选择了马法里奥而非伊利丹的原因。伊利丹知道自己的立场与想法很难有人能够真正理解，但他也知道等他一旦消灭了巫妖王，大家很快就会明白自己的价值，尤其是泰兰德，而在那之前就尽可能的先忍耐吧。这次交手，马法里奥等人联手击退了伊利丹，在稍事整顿后，他们又马不停蹄地向着伊利丹的纳迦营地发起了总攻。一番战斗后，他们摧毁了敌人的营地。就在他们准备找伊利丹算总账时，却发现伊利丹不知逃到了哪里，并且泰兰德也不见了踪影。于是马法里奥开始四处寻找泰兰德的踪迹。其实在刚刚的那场战斗中，伊利丹原本是可以使用萨格拉斯之眼来攻击暗夜精灵援军的，但他却没有这样做。这是因为伊利丹仍然对泰兰德与马法里奥怀有深厚的感情，这使他无法使出杀招。于是他趁乱来到了海边，准备乘船前往东部王国去完成他的下一步计划。
让伊利丹没有想到的是，泰兰德竟然独自跟踪自己追到了海边。伊利丹看泰兰德竟敢只身前来，一个大胆的想法涌上心头。既然泰兰德无法理解自己，那就把他拐走，让他亲眼见证自己的壮举。正要动手时，马法里奥和马维也追了过来，他们制止了伊利丹的绑架行为，并准备逮捕伊利丹。然而伊利丹却声称自己已经效忠了一位新的主人，所以他不会让哥哥阻挠自己的。说完，他便让娜迦拖住众人，自己则趁机乘船向海上逃去。看着伊利丹乘船逃往远方，马法里奥等人也决定向东继续追击，到那片被天灾军团侵袭的东部王国去。就这样，在数日之后，伊利丹与追击着他的暗影精灵先后抵达了东部王国。由于伊利丹提前派瓦斯奇来探索过这片土地了，所以刚抵达东部王国，伊利丹就直奔达拉然废墟而去了。相比之下，稍后抵达的马法里奥等人则是对这片土地一无所知。马法里奥虽然听齐亚娜说过东部王国遭到了天灾的荼毒，但是当他亲眼看到被瘟疫腐蚀的森林时，大德鲁伊马法里奥倍感心痛，因此他要到林地中去倾听大自然的声音。当然，追捕伊利丹的任务还得继续。马法里奥提醒马维，希望他能以任务为重，与泰兰德的恩怨等以后再解决已不迟。马维应承了马法里奥的嘱托。接下来，马维和泰兰德一起来到了一座联盟营地，在这里，他们碰到了凯尔萨斯王子以及一众血精灵。凯尔萨斯王子认出对方是暗夜精灵，因为他知道暗夜精灵与自己有着共同的祖先，所以凯尔萨斯好心提醒马维等人，无论他们是因何而来，在这片受到诅咒的土地上，只能找到死亡与黑暗。在一番自我介绍后，马维告诉凯尔萨斯，他们到这里来是因为他们正在追捕一个强大的恶魔。然而凯尔萨斯并没有听说附近有什么恶魔，反倒是在达拉然附近好像有一些异常现象。这种现象激怒了那片区域里的亡灵，使得亡灵们开始攻击凯尔萨斯的部队。迫于无奈，凯尔萨斯只能被迫放弃现在的营地，迁移至河对岸发展。听完凯尔萨斯的话，泰兰德决定协助血精灵，而作为回报，他想请凯尔萨斯帮他追捕恶魔。凯尔萨斯也很乐意去帮助这些暗夜精灵。其实说实话，在泰兰德等人看来，凯尔萨斯是精灵中的高等精灵分支，他不清楚凯尔萨斯等人为何会称呼自己血精灵，有关血精灵教法的来历，以及凯尔萨斯为何会出现在这里。在编年史中有一段相对较长的描述，当中包括了之前阿尔萨斯攻破银月城，凯尔萨斯回到故乡后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为了能够更完整的讲述，所以凯尔萨斯的剧情就得放到下期节目了。那么有关凯尔萨斯与血精灵、伊利丹与暗夜精灵的故事，以及凯尔萨斯与伊利丹的故事，我们就集中放在下期来一起讲述好了。所以本期节目呢，就暂且先讲到这里。各位观众朋友，说实话，在阳过之后，真的做什么都没干劲，所以视频进度也一直比较缓慢，还请大家多多见谅。今年过年呢还要回家，所以我预估下期编年史应该是要等到年后才能做出来了，也就是说，这应该是年前的最后一期了，是真要明年见了。本来我还准备在23号的时候直播魔兽，跟大家一起守到最后一刻的，然而老家的电脑太破，根本带不动直播，于是这个想法也只能作罢了。唉，算了算了，快过年了，就不提动漫的糟心事了。过年嘛，还是要开心点才好。这里我提前跟大家拜个早年，祝大家新春快乐，身体健康，百毒不侵，恭喜发财，事事顺心。好了，那么本期节目就是这样，3连支持一波，我们下期视频再见。